未来时钟和灵气指挥官大战开始，时钟蜘蛛出场集云喽。基地内部小队营救继续，编号切手不敌，女电视首次开麦，春诺事件的疑问，点都比再秀神操作 Mr. Job 登场。Hey guys，peace man here，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在等待了5天后，时钟多宇宙39集第4部分更新了，长读6分钟。这集写到了2个方面：禁止领域类和基地类小队所发生的事情。多少条线呢？虽然说现在有描述了泰坦的几个分战场，但还有他的时钟、基地类、领域类、点对比等等多条支线，看起来很多，但其实时间并没有推进多少。许多的事情是在同时发生的，这可以更为详细的了解这场战争多方面心理以及战略的博弈，精彩程度上升了不少。那么本场的博弈就在领域类以及基地类，请带着这些跟我一起重新回顾本集，我将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看前简介，视频内容难保有时会过度解读猜测，请理性看待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在正式开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这个小小的赞。前情回顾，小洛中来到穹顶，孤身一人进入禁止领域，协助他的时钟解除核弹危机。但来到这的不只有他，还有未来时钟和灵气指挥官狭路相逢，战斗一触即发。回到本集开幕，给到了领域类地面上的视角，未来时钟从一栋楼中倒飞出来，看样子他与灵气指挥官的战斗省略了部分，其可能打斗的范围较大。我们已知的是核弹是安置在地下的，也就是上级所处的位置，而此时的画面是在地上的一栋楼里，核弹断然不会安在楼里，所以依然是有缝衔接，但具体过去了多久就无从考究了。虽说未来时钟及大家为一体，实力十分的强横，但灵气指挥官又何尝不是？可以看到未来时钟被击飞出来时使用的盾牌弹依然产生了强大的击退效果，可见灵气的力量。如果上级他的时钟没有开启护盾，保不齐能将其撼动。未来时钟重新站稳，控制并阻止着紊乱的灵力四散，随后手铐在背，打架也要优雅的打。优雅的不只有他，灵气指挥官亦是如此。只见他在空中缓缓飘进，看着下方的未来时钟。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细节错误，多了一帧颜色没有消除，老问题了，在后面还有。就在这时，一头能量球砸向了他，不过凭借着敏捷属性点满，躲过自然不在话下。这头能量由球状命中物体时会变化为一张大网，只见一个偌大的单位从空中落下，试图带走空中的灵气。是蜘蛛时钟来了，它的上次出现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在15集中短暂露面便走人了，随后就失去了踪迹。值得一提的是，蜘蛛时钟是由未来时钟创造，不是原派系自带的，而先前所发射的大网是时间之网，拥有一定的时间禁锢之力，同时它也无视时间禁止领域，它能出现在这里自然是与未来时钟高度绑定。难道先前未来时钟这个动作是在召唤它？蜘蛛时钟一下来直接使用2技能大地诛刺阵，但原力飞行的灵切轻松躲开。见状1技能时间之网冷却完毕，再次发射成功命中了灵气指挥官，钉在了墙上，抠都抠不下来。虽说灵气可以跳脱时间之外，但被施加的束缚效果导致被动技能短暂失效。可以看到灵气指挥官用力挣扎也挣脱不开。随后蜘蛛时钟靠近，将网连带灵气摘了下来，再通过双枪缝补为了一颗茧。好家伙，真救蜘蛛了呗！看着自己的完美作品，蜘蛛时钟似乎要将这个茧带走，或是交给未来时钟。但很快啊，灵气指挥官霸体之下挣脱了束缚，随后化为了一道光，消失在了镜头之中，也消失在了蜘蛛时钟的视野。只见这道光在蜘蛛时钟周身来回划过，很快啊，轰的一声，蜘蛛时钟化为了一堆散箭，这太疯狂了！在极致速度的抨击下，蜘蛛时钟毫无还手之力，出场即陨落。灵气指挥官拍了拍胸前的灰，表示你的回合。未来时钟轻叹一声，他似乎很犹豫，很迷茫，在犹豫自己应不应该为此做出努力。描述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如果继续这样，他可能无法在灵气手下活下来。这里可能存在有几个点，他是在为了什么？是蜘蛛时钟，或是小洛钟？下一幕是蜘蛛时钟即将回溯，闪电正有恢复的迹象，但因为当着灵气的面，所以说要尽力，但也不排除是为了小洛钟拖延灵气，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来拆除核弹。假设是这样，话都说出来了，很明显他不觉得自己能击败灵气指挥官，不然直接击败不就好了，而不是从开局到现在先后2次都是灵气高光，所以说这很难猜测。随后场景转换来到了另一个地方，基地内精英小队的战斗。好家伙，终于想起来了是吧？此时一路滑水的女音响在这集中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高光，在3个改造赤手间来回打游击，效果十分的显著。人物动作和战斗方面上升了一个高度，且应用了类似动漫或漫画的那种慢镜头，不知道怎么表述，就是去除了场景，只留人物给一个快节奏情节突然结束，从而制造反差来表现细节上的感官刺激。不过这个细节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细节，而是例如人物动作斩击，亦或是某种高能碰撞所带来的畅快效果。打戏尤为常见，这个效果用得好就能让人沉浸其中，用得不好就是冗长乏味。懂得不多，这段我就不过多评
架了，结果就是3个改装厕所被刀了，10号被炸了。随后视角给到了06大兄弟，可以看到他身上的罐子里已经装满了某种紫色物质，这非常奇怪。关于他罐子里装的东西可以通过胸前某种管道散发出来，用来产生迷雾幻境。不过每次看罐子的时候手剩多少都不一样，这个疑问在37集解析时已经提过了，上个镜头没有，下个镜头又有了，此时却装得满满实实了。难道边打边补充，自产自销？说明罐子里的液体只能当做参考，细节是有细节的，后面还能看到消耗了，但整体来说不够严谨。06走向了正在打地洞的地摊钻头人，他在37集来到了基地内，打断了按下 F 的06斩杀女失踪，对此06格外记忆深刻，现在想要给地摊钻头人一点教训。见06过来，黄金矿工地摊钻头人不得不停下手中动作，随后他将钻口对向了06，好吧，一时间06没有 get 到点，突然这钻体工具竟发射出了一道激光，使得06被迫抵挡，停住脚步。正当他打算继续靠近时，一枚飞笔传来，跟之前徒手接子弹一样，这里也提前预判了，反应很快。当他转头望去，这个钻头正朝他狂奔而来。这时二者维持1分钟的战斗开始，这个钻头高高跳起，借助重力加速度的力量给出强猛一击，但06的反应很快，后撤步成功规避。这个钻头3连击使出，仍无济于事。与此同时，可以看到06胸前的管道开始释放紫色烟雾，这样的特征在之前有过相同案例，是06要开始使用能力，而这个能力就是幻境。只见双方交手，场景顿时转换，但这个钻头之前破解过幻境，这样的招数自然是不起效果了。他很清楚敌人是谁，完全不看周遭环境。看到细节的话，他们的战斗位置是31集相似的车上，背景还有着泰坦钻头吞月，整体颜色映成了4分鲜红。之前这个钻头攻取中路带走变种厕所，这是被06攻取中路击飞下车，一拳给嗨到了城市里。战斗并未结束，虽然腰子痛，但火车冲来了，这个钻头翻滚无敌真躲避。从这2个地方来看，不论是之前的车上搏斗，还是此时的火车，感觉与31集有所关联。此前是女音响协助干掉了变种厕所，而后因为这个连环效应的缘故，女音响差点被火车碾压，仿佛成为了这个钻头的噩梦。而06就擅长利用内心薄弱环节，便可以趁虚而入。这么来讲，似乎更具合理性，因为上次用过了关于钻头人的，这次再用一样的肯定没用。不过他低估了这个钻头的冷静。随后幻境中出现了各种开往不同方向的火车，再这样下去很快就要迷失方向。这时06从空中出现，他的后方飞出了2块某种铁皮板子，朝这个钻头砸去，竟还能产生爆炸，这无疑是不具科学依据的。这个钻头躲避后做出了一个拔剑的姿势，这时06正好从空中飞天大操下来，直接接上了这快速划出的一剑，顿时间幻境空间不稳，在现实与幻境中来回跳动。这一剑过后，06失去了左臂，但他仍然选择继续攻击。随后这个钻头按 Q 招架了06的反击，霎时间被弹开，产生短暂僵直。趁此空隙下，这个钻头直接上演拿手绝活，将其怼在了激光球牢下方的某种设施上，顿时间幻境解除，照亮现实。但这火花带闪电的缘故，导致出现了故障，球牢的激光尽数熄灭撤去。见机会到了，女钻头看向女电视，此时的她拿着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掏出来的板子，抵挡着改装厕所的激光眼攻击，看起来10分的难处理。好在一道蓝色闪电打断了她，是揣子监控无疑了，我谢谢你。随后10号继续接力，但女电视白光照射使其无法正视，最终成功飞向了女钻头的位置，感慨万千，欢迎回来。他们双手交出，黑烟笼罩，至此任务完成。既然任务完成了，那接下来就是撤离工作了。见状，聪明的地毯钻头急速反应，继续开始打地洞，准备跑路。不过奇怪的是，不会原路返回吗？他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是打地洞来的？好吧，我收回刚才说他聪明的话。双腮监控起身，女失踪使用了回溯治疗了他。从刚刚改装厕所被吸引注意力后，明确使用了激光眼追击而去。此时双眼监控的受伤可能是击中坠落下来了，亦或是与10号的交战受损，因为后面已经没有展示有别的改装厕所了。不过好在有女失踪在场，她的修复能力在之前展示过，就不多说了。随后10号反应过来06的情况不容乐观，他赶紧来到06身前，威吓着精英小队不许靠近。他显得很焦急，甚至不惜用尽仅存的一丝力量，但所产生的效果令他意外了，几乎没什么影响。持久的战斗和受伤几乎耗尽了他们的气力，站立都显得无比困难。我天，这才是真正的友谊，为兄弟扛刀的友谊。这时间一度给人一种联盟成员是恶人的感觉。06艰难吐字，他表示联盟成员就不应该存在，在他的认知当中，联盟成员是一群滥杀无辜的人。但这话一出，女电视开口了，这是女电视的首次开麦，她对06所言的无辜表示反问。这是一场战争，联盟因为这场战争失去了一个种族，这个钻头认为是这场战争导致的。06就笑了，他觉得这就像 AI 一样的回答在人预料之中。无论怎么样的战争，难道就能对孩子下手？显然不是的。06的孩子使他一直耿耿于怀，在村落事件不少人
在此一役中牺牲。他觉得做下这一切的就是联盟，殊不知是点都比的个人行为。提到孩子，递上钻头探头一看，张望两边后光速离开。联盟成员对于提到的孩子纷纷不解，旅电士表示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显然点都比瞒过的所有人攻火起效果了，这是引发他们冲突的一个矛盾点。在没有揭示真正的黑手前，双方都不会理解。此时叮叮叮叮叮叮声传来，是点都比赠予的笔。此前一度给人一种这是救人利器的伏笔，随着剧情的慢慢揭示，这竟埋藏的是一把刀。想必他可以随时通过这个玩意儿了解小队的动向。从笔里面传出来点都比的声音，他表示小队成员不要听信尼六的话，是在分散注意力拖延时间。随后刺客钻头声一响，似乎表达了什么意思，可能是想表示其中还有一些疑点，但点都比很快便失去了耐心，直接明牌不演了。这支笔自行飞到了空中，且在飞行途中产生了黑烟，片刻间数根巨大的笔头传送而出，危险迫在眉睫。就在此时，一发时间暂停枪射出，被定住了。在此前我们已知枪中没有子弹了，但此时又有了。如果不是不严谨的问题导致，可能是这把枪支的子弹会随着时间恢复，这样想的话更合理一些。暂停不是永久的，虽然监控示意刺客钻头掏出你的魔方，刺客钻头的魔方此前交给了别人，这个可能是象征交给双笔影响的那一个，再转交给刺客钻头也算情理之中。毕竟谁也不知道这东西有多少个，也不知道都有谁拥有。随后小队随着黑烟暴起离开了，巨大的笔头也随时间暂停失效变得无人阻止，这里快塌了。仅剩可怜的10号和06在一起，哪怕在此绝境下，他们依然还在为对方考虑。但10号虽憨，却做不出弃队友而去的事，他们打算一起面对死亡。碎料落下，见证的是他们的友谊，我直接泪目。但此时意外发生了，仿佛世界静止了，整个空间仿佛被撕裂一般故障起来，一切背景都变得十分的洁白。有人来了，他一步一步靠近恶者，最终露出了他的样子，是 Mr. John 本集王。神人John先生终于登场了，看这样的架势是要在这恶人手上做文章了，无外乎或救或用。随着他的到来，后续客串的角色可能要占据情节一些比例了，支线太多了。上次神秘组织又要破坏时钟大楼，但现在来看依然没有前因后果。此时神秘人的出现，想必他的意图要开始揭示了，可能会与未来的对手阿尔法主人有关，亦或是联合厕所联盟双方。不过首次登场难以揣测，未来再看吧。好了，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 P48，我们下个视频再见。